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3月20号下午1时许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外交开篇之作。习近平主席一行抵达莫斯科弗努科沃专机机场时，俄方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习近平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我期待在访问期间，同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时期中俄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擘画蓝图。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这是习近平自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9次访问俄罗斯，也是时隔3年多后再次到访莫斯科。分析认为，这充分体现出中方对新时代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也显示出中俄关系发展历经风云变幻考验，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强大的内生动力。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街头，中俄2种文字的欢迎标语随处可见。中俄2国互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将双边关系置于本国外交优先方向。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前，习近平在3月20号发行的俄罗斯报和俄新社网站发表题为“踔厉前行，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与俄罗斯密切的工作往来。习近平指出，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打造大国关系新范式，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坚持不结盟，2国关系在发展中愈加成熟坚韧。习近平强调，对于乌克兰危机，中方始终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习近平写道：“我相继提出多项主张。前不久，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吸纳了各方合理关切，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为缓解危机外溢、推动政治解决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强调，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只要各方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平等、理性、务实对话协商，就一定能找到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理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俄罗斯和中国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的署名文章。普京表示，过去10年间，我与习近平主席会见会谈40次，总会找出时间和机会在各种正式场合或以不打领带的非正式方式进行交流。习近平主席此访意义重大，再次证明俄中伙伴关系具有特殊性。毫无疑问，此次会谈将为双边各方面协作注入新的强大动力。普京强调，我们优先方向之一是经贸合作伙伴关系，2国的联合长期计划与项目进一步顺利落实。例如，俄中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就其规模而言，可毫不夸张地被称为世纪交易。普京表示，我们赞赏中国全球安全倡议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这与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立场相契合。俄中关系事实上就是当今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基石，这种关系是大国之间和谐与创造性合作的典范。普京表示，我们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乌克兰问题采取平衡的态度，欢迎中国愿意在解决危机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坚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而北约正在公然违反该原则。非法的单边制裁不可接受，必须取消。西方挑起乌克兰危机，不断火上浇油，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但绝不是唯一的试图保留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和单极世界秩序的表现。有目共睹，北约正试图将其活动扩大到全球范围，着眼于渗透亚太地区。有些势力谋划将泛欧亚共同空间分裂成排他性小圈子和军事集团，旨在遏制我们2国的发展，侵犯我们2国的利益，但这些企图不会得逞。俄罗斯媒体积极评价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俄中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组织结构牢固，交往领域广泛。
自1996年以来，中俄两国政府首脑设有定期会晤机制，双方由副总理牵头，组建了5个政府委员会、数十个部门分委员会和工作组。截至去年底，两国政府总理已经举行了27次线下及线上会晤。俄罗斯报表示，习近平主席呼吁以理性方式摆脱乌克兰冲突，并表示中国的立场文件是消除危机后果和推动政治解决的建设性因素。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普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强调了中俄经贸联系。联合早报认为，在西方多轮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必将显著增强。俄中两国贸易额已创下1900亿美元的纪录，以人民币结算的俄罗斯出口的占比从0.5%跃增到1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纽约时报》酸溜溜地声称中国一直努力争取成为一个不再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但文章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中国视为有可能起到改变作用的国家。它将打开这个后疫情时代中国对外交往和跟世界这个广泛合作的进一步的这个蓝图的构画。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的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秩序和国际这个互动的一个主角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期待中国在当下各种冲突安全问题不断的前提下，发挥更多的稳定锚的作用，发挥更多的促和劝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正式开启了对俄罗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分别在俄中两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了署名文章。那您如何展望习主席此次访俄之旅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展开外访行程前夕，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回顾两国邦交友谊，展望未来发展前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传统。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受访东道主领导人在我国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回顾两国友谊，回应舆论关切，展望两国未来，这是并不多见的外事礼仪，同频共振。它充分折射了中俄友谊的与众不同，全面展现了莫斯科方面对习主席此访的全面重视与高度欢迎。我还特别留意到，两国元首在各自的署名文章里，以不同的表述方式论述一个趋同的战略观点。习主席说，10年来，国际社会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个国家说了算的国际秩序。普京总统则写道，俄中两国跟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不断主张，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公正的多极化世界秩序，而不是在满足黄金10亿人的需求的某种规则基础上。黄金10亿人理论形成于上世纪末，描述的是以美西方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已经抢占了地球上大部分资源的前提下，作为既得利益者萌生出所谓我们理所应当统治全人类的傲慢道德自我建构。本质上，它是一种带有严重排他性与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的西方上等人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框架与精神内核中，就包含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道之声。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因此，我们也在两国元首的署名文章里看到了同样的战略抉择，那就是中俄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对习主席开局之年的俄罗斯之行充满期待。在国航747专机起飞的那一刻起，一股积极而充满确定性的力量就已经注入到了世界跳动的脉搏之中。
另一方面，国际舆论非常关注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俄乌冲突的斡旋作用。那您对此又有何分析？俄新社在网站的头版位置全文刊登了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俄罗斯网友高度评价道：“中国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这样的国际秩序观、毅力观来自这位伟大的中国外交家。他们也同样关注两国元首将在莫斯科签订哪些新文件。人民币将在国际结算体系中扮演怎样更加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我又观察了一下欧洲媒体的声音。德国媒体普遍正面评价中俄元首莫斯科再聚首的积极意义，并以前不久沙特与伊朗的破冰之举对中国外交力量的斡旋作用寄予期待。相比之下，英国的一些媒体则跟美国不少媒体的观点类似，他们似乎非常担心习主席此访会否意味着所谓中国在军事上全面援助俄罗斯击成定局呢？我甚至还发现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发表了非常反制的言论，他们说不应接受由中国在莫斯科提出的停战倡议，因为它将给普京训练士兵发起新一轮攻势创造机会。经过这番舆情观察，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但煽动战争、火上浇油的力量依然十分顽固。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并不希望俄乌冲突就此停歇，更别说让中国再次成为伟大的和平斡旋力量了。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那就是俄乌冲突的降级斡旋工作并不是一个能够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客观来说，俄乌冲突的斡旋现在还远没有到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候。一方面，东乌战线上的战场动能仍未彻底释放，斗争尚不够充分；另一方面，美西方投喂军火、煽风点火的代理人战争图谋依然没有停止。这两个综合因素决定了俄乌冲突恐怕不会在朝夕之间得到彻底化解。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的斡旋力量缺乏立锥之地。事实上，若抛开西方霸权思维与强势媒体裹挟的那所谓黄金10亿人，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类都迫切地希望俄乌双方能够止战终战。我认为，一道由中国架设的沟通桥梁正在俄乌两国之间建立，它一定是公平、公正、理性的，它也有足够的势能与魄力，将那些不利于劝和促谈的消极因素隔绝在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立场的指导下，中国方案绘就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快。和平的好消息离我们并不遥远。好，谢谢吴威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银行危机暂时度过了储户的挤兑潮，但危机远没有解除。虽然拜登政府此前宣称美国的银行系统是安全的，但美媒报道，186家美国银行再也经不起任何挤兑。而白宫已经与股神巴菲特进行了多轮对话，希望巴菲特救助美国银行业。硅谷银行倒闭也使得原本就陷入危机的瑞士信贷更加风雨飘摇。瑞士央行紧急注资约540亿美元，能否避免多米诺骨牌倒下？Warren Buffett is not only a well-respected investor, but he's been regarded as a savior of ailing banks in the past. And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calls between the billionaire and the Biden White House senior advisors in recent days, specifically about potentially investing in the U.S. regional banking sector. We also know that Buffett has given some of his views and broader guidance about the current banking crisis. 彭博社报道称，17号下午有超过20架专机分批飞抵巴菲特所在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总部。这些飞机来自纽约、洛杉矶等有暴雷风险的地区性银行总部的城市，还包括来自华盛顿和欧洲国家瑞士的飞机。有些飞机甚至在同一时间段降落，让这座只有39万人口的小城十分热闹。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巴菲特十分忙碌，每隔1小时就与不同银行或部门安排一场会议。财务数据显示，到2023年初，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账面的现金高达128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这么多银行或机构争相登门，是因为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曾出手相助。当时，美国第4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后，巴菲特曾通过购买优先股为急需资金的高盛集团注资50亿美元，避免后者倒闭造成更大的风险。2011年，
美国银行因次级抵押贷款相关亏损暴跌后，也获得了巴菲特的注资。危机过后，巴菲特也获得不菲的回报，获利120亿美元。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和巴菲特方面未就球员一事作出回应，但美国金融业界已经炸了锅。市场认为，这显示当前的美国金融系统并不如此前媒体宣传的那么安全。Americans can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afe.上周，硅谷银行和标致银行在3天内接连倒闭，外界担忧第一共和银行将成为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为了防止它倒闭，华尔街11家大型银行上周四联合向第一共和银行提供30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但市场恐慌依然严重。周五股价暴跌33%，一周累计跌幅约72%。美国监管机构证实，约20家中型银行出现存款挤兑现象，而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经济学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据测算，假设一半的存款额被提取，将有186家美国银行面临倒闭的危机。I think this is more of a Bear Stearns moment. Well, I think fear is setting in, fear, not rationality. And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did bailouts of these two mid-sized banks, very tiny parts of the overall system, in the name of systemic risk. And that created a lot of uncertainty that they may need to do more bailouts, not less, through the system. If it's systemic, then provide a blanket guarantee temporarily. 2008年3月，美联储错误低估了第5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流动性风险问题，救助不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引发次贷危机。这一次事件被称为贝尔斯登时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曾表示，如果危机进一步蔓延，可能将导致许多银行关闭并引发挤兑。We certainly need to analyze carefully what happened that triggered these bank failures. We felt that there was a serious risk of contagion that could have brought down and triggered runs on many banks.美国银行接连倒闭引发的骨牌效应蔓延至欧洲。财务吃紧的全球第5大金融集团瑞士第2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在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拒绝再注资的消息下，股票崩跌27%，创历史新低。面临濒危境地，沙特国家银行表示，已在瑞信亏损了10亿美元。在多方压力下，瑞士央行出手解救瑞信，提供给后者500亿瑞士法郎，约540亿美元的救命钱。钱到账后，瑞信股价一度反弹，但外界依然不看好这家100年老店复苏的能力。分析认为，这笔钱未能给瑞信止血，而与硅谷银行主要业务是储蓄及发放贷款不同，瑞信涉足风险极高的投资银行业务，引发的连锁反应也将更惊人。为避免美国雷曼兄弟的前车之鉴，3月19号，瑞士联邦政府宣布，瑞士信贷将被瑞银集团收购，交易总对价约合32亿美元。但按照上周五瑞信的收盘价，这个价格不足其40%。瑞士政府也为这场交易兜底，其为瑞银接管瑞信资产的潜在损失提供近100亿美元担保的同时，瑞士央行将向瑞银提供约1078亿美元的流动性援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交易涉及瑞士金融业2大支柱，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银行之间达成的首宗巨型合并交易。硅谷银行倒闭引爆瑞士信贷危机，也让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紧张。3月19号，美联储联合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发布联合声明称，将依据常设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增加流动性供给。这一机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首次启动，2013年升级为常设协议。按照协议，别国央行在面临美元短缺问题时，可以用本币向美联储兑换美元，并约定在未来以同样汇率换回，并支付一定利息。经济学家普遍将此次美国银行危机归咎于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进行的疯狂加息。不过，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称，尽管美联储正在应对硅谷银行倒闭后银行业出现的危机，但在遏制通胀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美联储将继续提高基准政策利率，在今年剩余时间将其维持在 5.5% 以上。这意味着接下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日子将并不好过。
时隔2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脸书和 YouTube 2大社交平台宣告“我回来了”。曾用推特治国的特朗普高调回归社交媒体，将对其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起到怎样的助推作用？与此同时，特朗普官司缠身，他主动在网上发声，称自己将在下周2被捕，呼吁民众上街抗议。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白宫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不希望看到任何活动变得暴力。特朗普18号在其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以其一贯的通篇字母大写呐喊称，自己将在下星期2，也就是3月21号，将因为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追究过去的指控而被逮捕并提起诉讼。他疾呼支持者为此上街抗议，支持他把国家夺回。引发特朗普狂怒的导火索还是他当年的桃色往事。美国艳星风暴姐丹尼尔斯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不久指控称，他曾和特朗普有过一段婚外情，但为了让他闭嘴，特朗普当时通过私人律师科恩向其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针对此事，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将近5年的相关调查，包括彻查特朗普是否伪造了相关商业记录。据5名知情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可能最早于下周被起诉，当地州与联邦的执法和安全机构正在为此做准备。尽管特朗普对婚外情和封口费一事断然否认，称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局，但和他闹掰了的前律师科恩担任污点证人揭发称，这13万美元还是他垫付的，特朗普一直没有给报销。 I was working for a man who ultimately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yes,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did that were wrong. For example, the hush money payment. But I never expected that democracy would be on the line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而特朗普的现任律师塔科皮纳则将这笔封口费定义为敲诈勒索款项，并一再表示这笔支付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塔科皮纳称，特朗普是为了保护家人而不得不向这位艳星付钱。He made this with personal funds to prevent something coming out false. 针对这笔款项，塔科皮纳还坚称特朗普集团绝对没有捏造财务记录。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纽约伪造商业记录可构成犯罪，属于轻罪，但若为掩盖罪行而进行虚假陈述，则可能导致重罪。观察指，特朗普应该是感受到了形势不妙，因此不断通过社交媒体宣泄焦虑，并企图先发制人地宣布检方公告，以激起其支持者的愤怒，将相关调查变成其被政治迫害的手段。他在推文中以极具煽动性的口吻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第三世界，正在死亡，美国梦已死，我们必须拯救美国，抗议，抗议，抗议。美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批评特朗普煽动民众是极其危险之举，他提醒纽约警方应加强防范。And I think this is potentially very dangerous. So again, people, law enforcement in New York obviously has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safety of the citizens of New York. But if something happens in this that allows Trump to make it into a campaign issue, it's going to be very serious. 事实上，这位特朗普的昔日亲信也已宣布参加美国2024大选，并声称会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对抗特朗普。他警告称 ，If you don't want Donald Trump to be elected president again, for God's sakes, be careful how you act. 美国媒体披露，纽约执法部门正在制定安全措施，以备不测事件发生。负责特朗普安全的美国特勤局也处于高度警惕中。不过，最近与特朗普走近的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则发推预测，如果特朗普受到刑事指控，他将以压倒性的胜利再次回到白宫。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共和党籍女众议员格林也公开警告，如果曼哈顿检察官起诉特朗普，他最终将赢得更大胜利。分析认为，特朗普和其盟友正打算将此事包装成民主党的滥用权力、政治报复的又一例证，从而试图获取更多选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翔对深圳卫视表示，该事件表明，美国两党利用司法来解决党派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事儿是16年的事儿，一晃都6、7年过去了啊！这个翻旧账，其实目的就是阻止他参与24年的这个竞选，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啊，非常明确的。当然，这个特朗普这边
说他下周要被捕呢，这个是一个夸大的说法。严格的说是下周开审，因为他这种并不是暴力犯罪，应该在定罪之前不会逮捕他的。他这个把这个开审开庭说成逮捕的话，他是试图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让他的支持者来做一种政治抗议，可能甚至是街头式的那种暴力性的。事实上，近期让特朗普焦头烂额的还不止这一件事。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控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和其家人收受100多件国外赠礼未申报，直接据为己有，总价值超过29.1万美元，其中包括沙特赠送的价值近9000元的宝剑，日本赠送的价值近4000美元的金色高尔夫球杆，印度赠送的价值8500美元花瓶，萨尔瓦多总统赠送的巨幅特朗普肖像画等。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及其家人不得保留价值超过415美元的赠礼，此类礼物属于美国政府财产。若是价值超过规定的个人礼物，收礼人可以选择向政府购买并保留这些礼物。然而，官司缠身之际，特朗普却时隔2年重返脸书和 YouTube 2大社交平台，用透着特朗普风言简意赅的文案和熟悉的大写字母宣告“我回来了”。这则以“我回来了”为题的视频贴截取了2016年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争夺总统职位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拍摄的一段画面。视频中，特朗普说：“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紧接着，画面淡出，转为居中大写的“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2024”和曾多次在其竞选拉票视频中出现的“发送特朗普到88022”字样，仿佛在催促美国选民快投票支持我吧。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曾利用社交媒体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路透社的分析也指出，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时，预计能够在3大科技平台上接触到总共约1.46亿的关注者，这将有助于其声音被听见，并帮助其政治筹款。事实上，特朗普是个社交媒体狂热使用分子，在他任总统期间曾大举推特治国，推特成为其解决问题、表达个人政治观点、发布重要信息的平台。他的个人账号粉丝数达8800万之多。有传言称，在其与助手争论不休之时，他就伸手进抽屉拿出 iPhone， 把它甩在桌上，并说：“你想让我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吗？”轰！我按下它，2秒钟内我们就有重大新闻。他的助手说，他们经常为其编制积极的反馈。当特朗普滑动手机时，他沉浸在他最忠实的追随者的赞美流中，认为自己的追随者就像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比任何支持率调查都要好。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自媒体上预告自己将会在本周2被捕一事，您怎么看？其实关于这件事情，特朗普并不是因为收到了检察官的通知，而仅仅是因为有媒体做了这样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却信以为真。这说明由于过去作恶太多，他的内心已经处于极度恐惧状态，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涉及向艳星支付封口费之外，特朗普还卷入了涉嫌偷税案、国会山骚乱案、通俄门案以及市场机密文件案等等一系列弊案。这就印证了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话：别看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在美国这样一个被号称为高度法治化的国家，特朗普这样一个随性而又无法无天的非典型前总统，触犯法律实际上是必然的事情。那对于特朗普号召支持者上街抗议夺回我们的国家，您又怎么看呢？我一直认为，随性而又无法无天的非典型前总统特朗普，不仅逃不脱堕入法网的宿命，而且逃不脱另外一个宿命，那就是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参选美国总统的目的，的确是基于雄心勃勃的保守主义政治理想，即拯救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由于个人见识与能力有限，一通胡乱折腾，弄得满地鸡毛之后，他将不得不面对惨淡的现实。也就是通过保持权力来保财、保命、保人身自由。在时隔4年之后，特朗普史无前例的第3度参选美国总统，已经不再是基于政治理想，
而是基于保护自己免受司法清算的政治现实。而他号召支持者再度上街夺回美国，这是落入了企图以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饰前面的错误的陷阱之中，反映了其典型的政治赌徒性格。马克思说过，当历史重演的时候，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那对于特朗普指控这是拜登政府的政治打压，目的是为了阻止其参选，您又怎么看呢？其实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拜登政府操控了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而且拜登也没有这样做的动机。我甚至认为，假如曼哈顿地方检察官真的抓捕了特朗普，那拜登与民主党反而会躺着中枪，成为政治上的真正受害者。第一，按照当前的情况，拜登与民主党是最希望特朗普参选的，因为经过这么些年的折腾，特朗普气数已尽，他的支持者仅限于自己的基本盘，仅限于共和党内。特朗普的参选只会拖死共和党，赢不了拜登与民主党。第二，曼哈顿地方检察官逮捕特朗普，不仅阻止不了他的参选，反而会给他打悲情牌，从而实现咸鱼翻身的机会。那对于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众议院委员会将立即调查联邦拨款是否被用于存有政治动机的检控，您又怎么分析？很显然，麦卡锡是在指控拜登政府操控了曼哈顿地方检察官，也就是企图以行政权干预司法权，以达到操控选举，让特朗普无法当选的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才准备以立法权来调查司法权。表面上，这些人支持特朗普，只不过是为了安抚与收割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内心深处，他们实际上是巴不得特朗普被抓进去，并且最好是失去参选资格的。只有这样，共和党才能彻底摆脱特朗普的魔爪，同时也才会有新的政治人物脱颖而出，代表共和党去挑战拜登。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媒18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俄国防部的消息人士透露，俄水下机器人在黑海深处的南溪管道附近发现坠毁的美国 MQ-9死神无人机残骸，正在进行打捞准备工作。分析指出，俄方对无人机残骸势在必得，这场美俄直接博弈会否朝着危险的境地发展，仍然值得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无人机坠落于克里米亚西南方向大约110公里的黑海水域。而据俄媒的最新报道，坠落地点目前受到保护，俄军舰正在该区域巡逻，搜索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发现了 MQ-9死神无人机的部分外壳，并在850至900米深处南溪管道附近发现更多残骸。俄航空专家罗曼·古萨罗夫称，俄方通过打捞 MQ-9死神无人机残骸，可能会获知一些秘密。分析指出，俄罗斯通过残骸打捞可以获得3种部件：第一是光电转塔，它可以进行各种侦察和预警行动，且其加工精度比俄罗斯的猎户座无人机更好。第二是发动机，俄罗斯可以通过学习美国发动机技术，生产出航程半径更远的无人机。第三是数据链系统，这也是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如果能够破解数据链，就可以切断无人机与美方控制系统的联系。此外 ，MQ-9死神无人机外部使用的复合材料也可能会引起俄罗斯的注意，因为这种材料可以降低雷达的探测能力。俄罗斯在无人机的发展上一向是发展的比较慢一点，所以说起点比较慢。那么这一次通过对死神无人机的一些分析研究，我认为可以对俄罗斯俄军未来的无人机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在硬件上，包括这次死神无人机装备的叫 MTS-B 型这个非常先进的光电转塔。这个光电转塔的这个性能是非常好的，事实上是属于目前世界上处于尖端的这个机载设备之一，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具有这个分析和研究价值的。另外，这一次死神无人机它装备的TFE331-10这一款涡桨发动机，它的性能也是目前世界顶尖的这样一种航空发动机。它的这个输出功率960马力，而且耗油率非常低。那么通过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反向的一些分析和研究的话，
那么俄罗斯也会提升本国无人机相关发动机的一些技术。俄媒称，一艘俄方专业船只已抵达坠机地点，该地区同时还有6艘俄军舰正在巡逻。此前有报道称，打捞的重任可能落在黑海舰队的公社号救援舰上。公社号重3000多吨，在1000米内对30吨的物体能够轻易进行打捞，可以保证无人机残骸打捞工作的有序进行。不过，有美国官员称，在死神无人机坠入黑海后，操作人员远程采取措施，已经抹除了无人机搭载的电子设备中的敏感信息。显然，拜登政府正在淡化这架无人机残骸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方透露找到无人机残骸后，不到24小时，美国又派出一架无人机前往黑海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这次派出的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飞行路线明显有所调整，绕了远路，选择了没有横穿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海岸的路径。死神无人机坠毁之后，美方是没有收敛，继续派遣包括有死神，还有这个 RQ-4全球鹰来继续进行这种侦察活动。那么我认为后续的话，双方至少不会再进行这种空中的这种接触，因为通过这次行动美军也认识到了俄军是敢于行动的，有这种坚决反击的这种坚决的这个意志和决心。实际上，无人机坠落的黑海是俄方控制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坠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召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双方都表示事件不会进一步发酵，说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此事上达成了一定默契。但美方也不甘心完全放弃打捞行动。土耳其防长胡卢西阿卡尔近期表示，正在讨论让美国的导弹驱逐舰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到黑海，参与后续打捞事宜。不过，由于蒙特勒公约的限制，非黑海地区国家派海军军舰进入黑海有吨位限制。